胖子才会打鼾，瘦子不会打鼾。医生，你瘦了怎么会打鼾呢？不对啊，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打呼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因为肌肉松弛嘛，所以整个呼吸道的构造它就会有一点塌陷掉。那塌陷的程度就跟打鼾的大小声有关系。是啊，通常一部分塌陷的时候，就会出现震动跟鼾声。但是如果万一完全都堵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反而是没有声音。那会更严重吗？对，更严重，因为就叫做呼吸中止。哦，睡眠呼吸中止症。对，所以一旦终止了以后，其实我们血氧就会下降。那在睡觉的过程当中，好像你在跑100米一样，因为缺氧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旦缺氧，那你隔天起来，你的精神就不好。所以变成一个恶性循环，很多人就会出现三高啦、慢性疾病啦。小米，等一下，打鼾为什么会出现三高？会啊，因为他就活动力就下降了，因为他白天可能工作以后，他就觉得很疲劳，没有办法进行一些运动，然后他就慢慢体重也控制不住，所以常常有一个误解，就是说好像体重的确他越胖的人就越容易打呼吗？其实在医学上不见得了这个为什么可以证明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比较起来，应该西方人肥胖的比例高得多。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，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等等这些问题，在东方人跟西方人发生的比例其实差不多。医生听说你要模仿打鼾的声音，是不是？这样会不会正常的打鼾跟不正常的打鼾，要注意一下哦。OK。哇，你好强哦，我做不到哎。真的吗？我做不到，我不会。Okay. 好，没有，这几天才很困扰。是啊。因为被太太那个 complain。对，所以我要问这件事情了，为什么打鼾的人呢？我们只要这样子轻轻推他一下，他就不会打鼾了，然后隔一会儿又会打鼾。因为在我们进入深层睡眠的时候，我们的肌肉会特别的松弛。是。所以当我们睡眠，我们知道睡眠其实有分不同的时期。从浅层的睡眠进入到比较深层的睡眠，但一旦我们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，我们的肌肉会松弛的更加严重，所以在这个阶段是最容易产生打呼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你把它推一下，可能它又从深层的睡眠回到比较浅层的睡眠，这个时候它的肌肉的张力就会一部分恢复，一部分恢复。恢复了以后，就让我们的呼吸道又重新打开了。打开了以后，声音就会暂停一段时间。通常肥胖它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到成年了以后，你的身高不会再长高，所以通常都是所谓横向发展。所以但是横向发展它不会只有往外发展，它一样也会往内发展。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咽喉的这个地方，它的整个构造就会随着你如果体重增加的话，它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缩减。那包括舌头，很多在肥胖的病人，他也会有一些脂肪的堆积。胖舌头。有的舌头它也会舌头堆积。那么这些堆积的情况，就是因为重力嘛，我们大概大部分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应该都是躺着睡嘛，顶多就是侧睡。所以舌头通常因为重力的关系，它就会往后掉。那一旦掉下去，它就会掉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去，把它阻塞住，就把这一个空间堵塞住了。对。打鼾的人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彻底的来帮他做一下解决？一定要动手术，一定要做雷射吗？有没有不吃药的方法呢 ？OK， 其实打呼我们要看严重程度。如果说已经有进展到睡眠呼吸中止，或者是已经有伴随的一些缺氧的问题，甚至于有的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心血管、脑血管的后遗症。如果是这一类的，我们通常还是会推荐用这个所谓正压呼吸器的治疗。那么退而求其次，如果是比较年轻，
单纯只是打呼，当然使用这个所谓的矫正牙套啊，我们所谓的止鼾的牙套，是那个吗？是牙套戴矫正器，然后要把它锁起来的那种。对，然后往前推，把你的下巴往前推。对，这是一种选择，当然它的伤害性也许小一点。再来就是刚刚诗伟提到的，靠一些手术来矫正。那这些手术其实主要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让我们的包括舌头、扁桃腺、软腭、悬雍垂等等这些跟我们咽喉构造有关，容易造成阻塞的这些部位，我们来做一些手术的调整，让它的空间能够扩大。那这些当然相对的也可以改善这个打呼或者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。但医生你自己门诊都最怎么样建议病人呢 ？OK， 如果说是病人有扁桃腺特别大，悬雍垂特别厚，软腭特别肥大，那加上年轻，就是说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改善打呼，而不是所谓的缺氧的问题。那这一类的病人其实借由手术是可以得到很不错的效果。但是如果说他的牙齿是齿列上还算是整齐完整，那么他觉得手术对他来讲风险比较高，那我们也会推荐他使用那个止鼾的牙套来试看看。那当然还有很多其实是用保养的方法，其实一个就是减重，再来就是侧睡。减重真的有效果？会有效果，对。然后侧睡，其实减重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刚刚在图形里面看到整个咽喉的构造，只要它能够扩大，减重的效果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它还是有机会可以改善这个打呼的问题。再来侧睡是一个不错的方法，所以看到老公在正躺，不断的打呼就踢他一下，让他翻身，对，让他翻身，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立刻见效的效果。那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使用一些像那个叫侧睡枕，就是说它可以强迫我们的病人习惯这个侧睡的动作。那再来就是睡前不要太剧烈的运动，但是反而白天需要做一些适度的运动。多说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跟我们的体重控制有关系。睡前运动的太剧烈的话，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这个肌肉的松弛更加的严重。是，所以通常会对打呼也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它跟猝死之间当然是有可能的，就是很多在打呼严重，所以睡眠呼吸中止，但是毕竟它的比例并不是很高，所以我们不想危言耸听。但是的确，反而更多的情况是持续性的打呼、持续性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，或者在睡眠当中反复的缺氧，这些情况反而是会造成大家很多在健康上的一些后遗症、慢性疾病。我刚刚讲三高，对，三高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，还有现在所谓的代谢症候群，肥胖啊，这些都已经跟这个打呼、睡眠呼吸中止都已经证明它是有直接的相关性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它是长时间的细火去熬煮它，把所有的鲜味呢共冶到一炉进去。里面的蛋白质啊，它是鸡肉、牛肉、虾的3倍之多，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，推荐给大家。记得要输入 CTI567 CTI 我辣7。